身后，我拿出100亿，只为打造一个顶级的安保公司，为以后的商业帝国保驾护航。叶哥，叶哥，这位就是前特战队的秦莽。秦莽，相信张强已经把情况都跟你说了，我也相信张强给我举荐的人绝非庸俗之辈，所以别的都不多说了。关于你的情况，我大体也有所了解，所以年薪150万，如何？150万？怎么嫌少？不是，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值这个价，但你既然敢给，那我就敢要。不过我需要提前预支1年的年薪，有问题吗？提前预支1年薪水？叶松闻言顿为一愣，老实说，区150万，就以现在的身价而言，叶松断然是不会在乎的。可让他纳闷的是，对方一上来满打满算都没几句话，张嘴就要提前预支1年薪水。能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吗？短暂的沉默后，秦猛还是放弃了去抗拒回答。叶总，如你所言，张强应该跟你说过我是怎么被开除离开部队的。一个家庭因为我的失误支离破碎，他们家里如今陷入困境。在这之前，我竭尽了全力，只是杯水车薪。现在我想去帮他们走出困境，同时也是我的赎罪忏悔。听到秦猛做出的解释后，叶松的眼中肃然升起一丝敬意来。150万够了吗？够了。好，给我卡号，待会我直接给你转账。谢谢。秦莽，如果我说我想成立一家顶级安全顾问公司的话，你能帮得上忙吗？叶哥，安全顾问公司，黑水那样式的？稍后我们再细说。叶总，你说的帮忙是什么？招兵买马，统筹训练。你曾是特战队的成员，所以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另外，你可以召集那些已经离开了部队的战友过来，只要他们愿意跟我叶松绝对不会亏待他们，年薪100万起业。话罢，在秦猛的皱眉欲言中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们干那些违法犯法之事。你曾是军人，或者说你们曾经是军人，所以我不会让你们去打破曾经身为军人的原则的。当然了，我也不至于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去以身试法。秦猛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盯着叶松的眼睛看了几秒，这才道：回头我帮你问问去，看有没有退役战友愿意入伙的。好，那就辛苦了。对了，叶哥，除了秦莽，我跟海滨一块还找了几人，其中有几个女的，应该明天能到山青。等到了我给你打电话。行，我等你电话。哟，老李家的怎么就买这么一丁点的菜啊？这都不够你家老李自个吃的吧？哎呦喂，这不造孽呢吗？你家女儿女婿又是花好几个亿收购什么半导体公司，又是花好几十亿买下半山来盖别墅区的，你们这夫妻俩就窝在家里吃这些啊？罪过，罪过呀！刘桂芳垂着的头愈发之低，就跟没听到那些声音似的，她只想赶紧离开。老李家的，别急着走啊！你之前不是说你女儿女婿会对你好好的吗？怎么，他们的好就是让你吃青菜啊？啧啧，再怎么说你女儿女婿都是亿万身家的老总了，你咋还穿这种都快洗白了的衣裤呀？是你女儿女婿没给你钱买新的吗？你这要是往外说你是无暇高老板的吗？可是没人能信呐。七嘴八舌、阴阳怪气、幸灾乐祸的嗤笑声接连四起，这让刘桂芳想装鸵鸟都装不下去了。我们两口子想吃清淡点，穿简朴点，不行吗？谁规定有钱就一定要大鱼大肉吃香喝辣了？谁规定有钱就得可着进去换衣裳了？我有钱，大把大把的钱，不管是团团还是叶松，都没缺过我跟他爸的钱，都对我们两口子掏心掏肺。刘桂芳咬牙对回去道，不过底气却是极其不足。是吗？这也不像你们两口子的性格啊！真要让你俩有钱了，你俩能不得死闲摆？对你掏心掏肺，那我怎么听说你上次去乐兹那公司可是被人赶了出来呀？老李家的，不是我说你，能不装了吗？其实你也不用委屈，想想你当初是怎么对叶松那小子，跟怎么对团团的，你们老两口是一点都不冤啊！在这些嗤笑下，刘桂芳再也没有任何回怼的勇气，快步走了起来。只是身后的八卦嗤笑声，还是让人止不住的抹起眼泪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不想活了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你又抽什么风了？你知不知道小区里的那些长舌妇已经越来越过分了？之前他们还是私底下说咱们的坏话，现在可是当着我的面幸灾乐祸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怎么就生了那么个白眼狼啊？别人家的闺女家好了，爹妈也跟着过起人上的日子，咱们的闺女现在亿万身家了，咱们还得吃糠咽菜不说，到了外头还得被人各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，这日子怎么过？怎么过啊？你说？那还不是你自个做的吗？怎么就是我自个做了？你就没份事吗？以前你对叶松、团团跟悠悠就很好是吗？你还不是一直都摆着一张不待见他们的臭脸吗？给团团打个电话吧，别想着去乐兹当什么官了，看他要不要保姆吧，好声好气点，去他家里当保姆买菜煮饭，照看月月什么的，看他能不能原谅咱们。殊不知李正生这话突然像是给刘桂芳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接着眼里一亮，对，这个提议好，当保姆也好，我这就打。电话那头的李团团看到来电号码，陷入了沉默，强忍着马上给挂断的冲动接了起来。有事吗？
团团，妈先给你道歉，以前都是妈不好，都是妈不对，都是妈不懂事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就不能原谅妈妈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我就挂了，我这边工作忙。别挂，团团，是这样的，妈不想去你公司当什么官了，妈也知道自己没那个能耐，妈想去你家当保姆，帮你买菜做饭带孩子什么的，你看行吗？李团团立即暗自冷笑起来，他坚信只要让他到家里头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，甚至是安置小区里那些邻居什么的，都会被他一通找来家里头显摆嘚瑟，而他李团团跟叶松的安逸美满，也绝对会被搅得支离破碎。团团，可以吗？妈向你保证，一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一定会好好伺候你们一家子的。家里不需要保姆。你这是嫌弃吗？没什么嫌不嫌弃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能做主的事儿。就这样吧，往后我会按月往你们的银行账户上打钱的，1个月5000，够你们生活的了。这也算是我在尽为人子女的赡养义务。说完，李团团挂断电话，而刘桂芳则是呆若木鸡，但马上就如一头母老虎似的大喊起来：5000！他亿万身家，1个月就给咱们5000养老，白眼狼，这真的是丧良心的白眼狼啊！你急什么？团团不说了，当保姆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吗？言下之意是叶松才能做主，是让你给叶松打电话。给叶松打电话？我不敢，你来打吧。我不打，我以前赶过他出门。那我还骂过他窝囊废物，还骂过他连狗都不如，还让他早点去死，免得浪费空气。喂，哪位？叶松吗？我是。没等刘桂芳颤巍巍说出，叶松立即听出了这位丈母娘的声音来。有事？小叶，是这样的，妈妈现在下岗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妈想去你们那帮忙，帮你们买菜做饭带孩子什么的。妈已经跟团团说了给你们当保姆这事儿，可团团说他做不了主。你看你能不能给妈一个忏悔赎罪的机会？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月薪5000的打工仔，你能帮我跟团团买菜做饭带孩子吗？咱们家不缺保姆，而且月月也不喜欢你，对你更是有了心理阴影，我怕你会吓到她。真的不肯给妈一个机会吗？没事，我就挂了。等等，你不肯给妈一个机会，妈认了。但是，刘桂芳咬咬牙，心一横。但是能不能给多点赡养费？毕竟我跟团团他爸这么多年不容易，咱们因为你们小两口的事都没法再待在公司里了，不得不主动下岗。给多点，团团说给你多少？他说每个月给5000。5000你还嫌少？那你想要多少？你跟团团现在已经是亿万身家了，听人说你们收购什么公司的花了几个亿。又花几10亿买了半山来个别墅区，对你跟团团来说，钱就是一串数字而已了。所以你想要多少？1个月10万，行吗？在他看来，10万对叶松跟李团团来说，那就连9牛1毛都算不上，就跟打发要饭的没什么区别。然而边上李正生却是被吓到，10万1个月，这也敢开口？要不要顺便给你们一点乐滋的干股，让你们每年坐等分红？你挂断我电话干什么？我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，5000就5000吧，够我们用的了。